你印象中的捷運士林站是什麼模樣的呢？是通往故宮、陽明山的轉運站，還是夜晚燈火通明的夜市呢？但其實士林真正迷人的地方，從來不只有夜晚。今天我們出了捷運站後，試着拐個彎，用雙腳去閱讀隱藏在老巷弄裡的城市紋理，用味蕾去收藏在地人才知道的私房美味。這一次，讓我們用最舒服的步調，重新認識士林。士林區位於台北市北部，是全市面積最大、人文與自然景觀最豐富的行政區之一。最早被稱為巴芝蘭，名稱來自於平埔族凱達格蘭族的語言，意指溫泉之地。到了清代，當地私塾林立，文風鼎盛，科舉人才輩出，因此有了士子如林的美譽。而士林這個地名也就這樣流傳至今。從書院的朗朗書聲，到今日熱鬧的街區景象，這片土地始終保留着濃厚的人文底蘊。在咀嚼中閱讀城市歷史，在漫步中消化生活壓力。大家好，歡迎收看《城食漫遊》，我是主持人永成。看看我的背景，今天呢，我們來到了捷運士林站。戳章的設計結合了莊嚴內斂的故宮博物院，還有清幽雅致的士林官邸。所以它會展現這個站周邊濃厚的人文歷史，還有藝文氛圍。那因為位於紅線，所以它基本上就會以紅色的印泥來去做呈現，形狀就是圓形的。本區的精神啊，它的標誌是由綠、白、藍3種顏色組構而成，每種顏色它會有不同的意義。綠色呢，它是代表士林被七星山、大屯山、五指山等3大山系環繞。放眼望去，一片綠意盎然，它會充滿無限的生機。白色，它就是士林區的圖形，它形狀很像一尾躍出水面的大鯨魚，金耀龍門。這個標誌啊，代表這個地方為民服務的觸角，遍及本區的每一個角落，更象徵着自由還有活力。藍色代表區內有淡水河、基隆河、橫溪、雙溪等河流流貫其間，山明水秀，環境優美，所以它會吸引無數的外國人士定居，俨然成立了一個國際村，而且它展現了士林它這個地方的視野還有包容力。士林在我的印象，它是好山、好水、好吃、好玩的地方，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好好探索一番一日士林慢食路線，出發嘍！從捷運1號出口順着走出來，就來到了本日的第一家美食，它就是在地飄香超過25年的超人氣銅板美食——林家蔥抓餅。它是在地人從小吃到大的美食，也是許多學生上下課的共同味覺回憶。和一般的蔥抓餅店不同的是，林家的特色之一是可以現場看到店家親手制作的生面團，現壓現煎，而且一個呢只需要40元。想要吃的豐盛呢，就可以再加一點9層塔蛋，還有 cheese。另外一個特色就可以是免費加酸菜，其實這是非常少見的搭配。廢話不多說，今天我們全都加，點一個豪華版的蔥抓餅，把所有配料都加進去。我要一份蔥抓餅，然後我要加蛋，我也要加 cheese。要加酸菜嗎？要，都要，辣跟酸菜都要。謝謝。我的蔥抓餅來了，接下來我來試試看這個什麼都加蔥抓餅，而且我覺得很特別，是我其實啊沒有吃過蔥抓餅有加過酸菜的。哦，
我覺得吃下去的第一口啊，會先感受到它這個就是外面餅皮，它外面餅皮是有一點點焦香的蓬鬆，帶一點點那種 Q 度的口感，會有 Q 酥的空氣感，而且會吃得到麵香還有川香。以吃蔥抓餅本身，這個餅皮的 Q 度跟這個焦脆感，我覺得是很剛好。而且啊，我發現它這個蛋啊，真的是9層塔蛋欸，整個咬下去之後，它的香氣會跑出來，配上這個裡面我們加了 cheese 的那個鹹香，感覺起來它的味道是很融合的。我吃到後面啊，我發现它那個酸菜口感很特別，一點點辣，但是呢，它不會很嗆，然後也不會搶口，而且它那個酸味跟它的那個蛋融合在一起，我覺得吃起來很特別，難怪他會說問你要不要加酸菜。我覺得加了酸菜之後，這個口感的層次可以往上提升一個。應該說啦，這個口感很立體啦，很有層次，而且這樣子一份哦，我握在手上，我的手其實蠻大的，握在手上其實不小，這樣吃起來應該是蠻有飽足感。以第一餐來說，真的蠻合適的。它這個整體吃起來啊，我覺得口感很豐富的點在，它有酥也很酥，然後裡面的內餡很 Q， 而且酸菜有酸有辣，另外還有一個9層塔蛋很特別，有塔香，接下來還會有鹹香的 cheese 味，所以它的層次超級豐富。慢慢吃，每一口都會有不同的感覺。很好吃欸，我很喜歡它那個9層塔配酸菜的風味，而且蔥抓餅店啊，很特別是它自己還有一個空間，擔心夏天吃這個很熱的，店裡面有冷氣，你在這邊吃也不會覺得我需要邊走邊吃好熱哦，不會，沒有這個問題。好的。外酥內軟的千層餅皮，搭配9層塔蛋，還有獨創的靈魂酸菜，真的無比耐吃。一份簡單的蔥抓餅，卻藏着20多年的堅持與好味道，成為無數適齡人成長過程中的熟悉滋味。正如同我們開場說的，士林啊，其實是一個國際村，在這個地方會有很多的異國料理，所以呢，今天我們第2道美食就是一碗越香。這一家呢，位在士林的大東路上，它主打是非常經典道地的越南河粉。店家呢，基本上會是有親切的越南籍工作人員，然後還會有很經典的越南食物，很期待吧？走。在用餐之前，我們今天很榮幸的可以把老闆找過來，請你幫我們介紹關於為什麼你會想要開這個店，還有關於我們桌上的餐點。好，大家你好，因為我從小就對這個賣吃很有興趣啊。是。因為小時候我外婆就是賣牛肉河粉嘛，就是我跟她從小就在一起。是。後來很早就看外婆起來賣東西。那時候我就很小，我就很喜歡，可是我不會煮。是。後來就跟外婆住段時間，感覺對那個賣吃很有興趣啊，就慢慢學習。所以後來你怎麼開始選定地點，然後呢選定你要賣什麼東西？因為我本身在家來台灣，我就住在士林，我就都找士林附近啊，到家顧小孩比較方便。對，還有第二就是我想說。賣牛肉河粉就是獨特賣牛肉河粉就好，不要混很多東西在裡面，比較不會道地啦。所以後來這些口味也都是慢慢你想到可能關於以前會有類似的記憶，所以把它做成一道可能專屬於你的這些記憶的東西。因為這個以前就是跟我外婆的時候，她每天都在賣啊，後來有在頭腦裡面有概念了嘛。就是很想賣，又喜歡吃越南料理，後來想說那麼好吃的東西啊，可以煮給台灣人吃啊。這些東西啊，其實都是每天他很堅持，跟他的這個團隊啊，一定要親手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麼熱的天氣，可能還會看到食物會有冒煙，東西都還是熱騰騰的，所以我們其實也蠻享受這種感覺。是，
因為我們為什麼我都賣牛肉河粉，就牛肉河粉店，因為我們都是說我用很大量的大骨頭來熬湯，熬大概7、8個小時裡面，所以如果你賣一個店，你賣太多種類的話，沒辦法顧得商品好，所以我都一店，假如說麵包，我屬於都賣麵包的。都比較專業了，都顧好的麵包的品質。如果我賣牛肉河粉的話，我都用很大的那個真的骨頭來熬湯，那個來湯頭很好吃，很濃郁這樣子，大家吃都很健康。因為一個店哈，你賣太多樣，你沒辦法顧的品質，所以一個店賣1、2樣，所以可是東西你顧的品質會很好，都用原味原汁來熬湯的。我想請老闆幫我介紹一下今天的餐點。我們這個是夏天很適合大家吃，因為這個是涼拌，夏天涼涼的，是很好吃，口感很清爽，不油膩。這個是海陸，就是有是豬肉，有海陸，就是有小卷，還有蝦子。這個很多的白蘿蔔、紅蘿蔔絲的起來，口感都很新鮮，就湯頭很濃郁這樣子。牛肉河粉我用那個大骨頭熬，大概7、8個小時熬出來的湯頭是喝起來很健康。哦。對，後來這個生菜春卷也是我們都用很多小黃瓜、美生菜、蝦子，還有那個豬肉把它包起來，蘸就我們越南的那個獨特調味道那個魚露。等一下我吃的時候，我需要去沾這個靈魂醬汁，對不對？对，要蘸這個醬汁才有味道。春卷要用蘸的，用蘸的。那涼拌米線我就幫你調料好了，等一下拌一拌均衡就可以吃了。好，海陸還是牛肉河粉可以加個人的口味啊，可以加點檸檬。我很期待，所以呢，老闆介紹之後，我就要開始準備來去享用今天老闆推薦給我們的美食。謝謝老闆。好，謝謝哈，慢慢用哈，慢慢使用，謝謝。開始吃嘍。今天我要來試這個第一道，這家店的第一道生菜春卷，因為這個是夏天涼拌的，我覺得超級適合。而且剛老闆有說，這個生菜春卷我們要用沾的。不要用淋的，它裡面有蝦子啊，然後有生菜、小黃瓜，我來試試看它的口感。它的皮很 Q 味，而且它裡面不管是生菜還是小黃瓜，配上它裡面涼拌的這個應該是米線吧，還有蝦子，吃起來超級搭的。果然這個靈魂醬汁是要用沾的。沾一口吃一口，它那個豐富的味道會在嘴巴裡面散開。涼拌米線，外面太熱了，吃這個涼拌米線很適合。它這個裡面啊有豬肉，而且豬肉是醃過的，還有生菜，還有它的一些獨特的醬料，還有一隻蝦子，蝦子是沒有殼的。先從蝦子開始，蝦子鮮甜脆。新鮮果然有差，我來試試看它沾的這個獨特醬料的米線。這種涼拌米線啊，很特別的是，這種天氣吃還真的蠻開胃的。雖然說這個是今天的第2道。它帶一點酸酸的味道，其實在夏天的時候吃真的是會覺得很不賴，還蠻喜歡的。接下來試試看這個涼拌醃過的豬肉，而且帶一點點辣的味道。我覺得它這個豬肉啊，醃過的這個豬肉真的是靈魂菜色，吃起來裡面是有汁的，但又不會死鹹，跟這個米線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搭，這個口感非常非常的豐富。好，接下來我要來試試看這個海陸米線。這道菜啊，這個米線看起來超豐富耶。我先喝一下它的湯，它感覺湯很清甜耶。裡面有白蘿蔔、海鮮、豬肝，然後還有排骨。老闆說他這個湯啊，都是用大骨去熬湯，熬了好幾個小時，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它的湯感覺起來
香很濃。這個湯啊，真的是喝得到白蘿蔔的清甜，而且還會有那種淡淡的大骨味香。難怪老闆很堅持手做，這個就是真材實料的原因。我來試一下這個河粉，好 Q 哦。很 Q 哎，而且它的不管是香菜啊、九层塔这些配料，還有蔥啊什麼，其實都給的很大方，料是很夠的。它這個豬肝是有煎過的，豬肝沒有什麼腥味，很粉嫩。看到這個排骨，我就想到之前我去吃的那個排骨湯，這個排骨也是感覺起來相當不錯。哇，好大哦！我要用手拿。它排骨也是甜甜的，很大只，你是真材實料。這個排骨啊，我覺得吃起來，軟嫩不柴。接下來試試看它的小卷，這個小卷超級新鮮的，不会烂烂的，很棒哎！吃到这種很新鮮的海鮮，心情就會很好。還配一口它的湯。說到湯，等一下來試一下這個牛肉的。它這個牛肉的湯感覺起來跟剛剛這個海陸的湯就有點不太一樣。它上面呢，其實是有浮一層油的，我在猜應該會是可能牛肉的油吧。它會有那種牛肉的香味，而且我剛聽老闆說，它這個丸子啊是牛肉丸。我喜歡這個湯。假設這3個湯裡面呢，我選最喜歡這個湯。我覺得它的湯的味道層次非常非常的豐富，而且那個河粉啊上面啊，因為有油的關係，所以呢上面就會有亮亮。它這個河粉啊，吃起來的口感又跟上面那個海陸的河粉吃起來不太一樣，它比較寬，而且可能因為表面有油的關係吧，所以吃起來 Q 度不太一樣。這個湯我真的喜歡哎，我覺得它這個湯喝起來啊，除了涮水之外，在這種很熱的天氣也不會很膩，就算它上面有一層油，口感很豐富之外，喝起來甜甜鹹鹹的，帶一點牛肉的香味。其實它原本的料擺得非常非常的滿，不管牛肉丸啊、牛肉啊、牛肉片啊，給的其實都很大方。你看，其實它給的很厚了，這個地方會有一點點筋。通常來吃牛肉就是要吃一點點這個筋，然後它的牛肉片也是，給各位觀眾看一下，看它的牛肉片很多，整個碗都鋪滿牛肉片，超多的整個碗，很豐富的牛肉片，然後帶來一點還有一些蔬菜啦，所以它的口感相加起來，我覺得味道層次很值得大家在夏天可能食慾沒有這麼好的時候來試試看。如果各位有來這邊的話，我很推薦先從這個生菜春卷開始。那如果想要吃比較重口味一點點的，我們可以選牛肉河粉。它旁邊其實都會有一些各式各樣的配料，不管是檸檬啦，或是辣椒。如果想要吃重口味一點點，也可以自己來酌量做添加。再來就是會有這個海陸河粉，海陸河粉它的湯就相對來說比較清淡、比較清甜一點點。如果你喜歡這種口味的，也可以試試看。這個涼拌米線就是我個人今天吃起來我覺得很適合今天的天氣的，它非常非常的清爽。如果這2個搭配起來應該會讓大家食慾大開。那我自己再試試看哦，各位觀眾，我先吃咯，我加了哦。那這樣子我要來2個。我覺得它檸檬也很新鮮哎。你們看我吃，看我一直吃，你們會不會餓？我真的要開始吃了，我真的要把它攪拌了哦。我不管它好不好看的，我要開始吃。但是我覺得這個檸檬可以多加幾片。
錯不錯。我來試試看，加了檸檬跟加了辣椒的版本。他說還有魚露可以加可以哦，算有辣哦。透過一碗米線、一份春卷，我們品嘗到的不只是異國料理的美味，更是一段跨越國界的人生故事。當不同的文化在士林相遇，也讓這座城市的餐桌變得更加豐富而精彩。離開捷運站旁熱鬧的街區，我們來到一個完全不同節奏的空間——士林官邸。這裡呢分成2大區塊，一個是士林官邸正館，在2000年的7月14日指定為直轄市定古蹟，後來在2005年的5月25日被指定為國定古蹟。再來呢是公園區塊，園區占地12.9公頃。是台北市中心少見能夠保留完整自然景觀的大型公園空間。這裡呢，在1950年曾經作為總統官邸使用，因為長時間處於高度的管制狀態，也因此讓整片園區的地貌還有植栽得以被完整的保存下來。一直到1996年正式對外開放後，逐漸成為市民可以親近的城市綠地。那園區呢，因為有規劃成浪漫的玫瑰園、西式庭園、中式庭園，而且還有拱橋流水等等，所以成為熱門的賞花還有觀光勝地。每到花季的時期，玫瑰、鬱金香、菊花，還有一些特別的展覽都會輪番登場，讓整個官邸啊，就像是一個隨着季節變化的花園展場。在享受美食之余呢，我们来到了士林官邸。这是一個絕佳感受歷史也享受風景的好地方。吹吹這個風啊，其實真的非常舒服。那我相信大家對士林站的周邊一定都非常熟悉。接下來我要帶大家去一些比較小眾的地方。那這個小眾的地方呢，你們可能有聽過，但不一定吃過哦。走吧。我要一個胡椒餅，然後一個蔥餅跟一個蟹殼黃，謝謝。現在呢，我們來到士林區的社子，我來歡迎我們在地的美食達人。他平常生活呢都在這一帶，我非常迫不及待想要吃到他的口袋名單。我們歡迎玉慧姐姐。Hello，我是簡玉慧哈，大家都稱呼我玉慧姐。然後其實我是士林社子地區的在地人，那很榮幸，因為那個誠實漫遊的團隊呢，他希望我來介紹這個地區的美食，所以我也很榮幸。然後我的口袋名單有3個。所以我們繼續吧。
我要介紹的美食是第一家是那個大黃記胡椒餅。那我本身很喜歡吃胡椒餅，所以在設置的時候，我第一關注的就是胡椒餅，所以就介紹給你們哦。胡椒餅其實我剛剛有買過來，然後接下來我們第二家就要來點這個玉慧姐她非常喜歡的這個豆花。我很想知道玉慧姐每次來的時候你都會點什麼？這家豆花店啊，我看它其實沒有寫不提供內用，沒有內用的位置，所以你每次來外帶你都會選什麼？那其實我喜歡的就是花生加豆漿，還有加豆花，這是我私人的口袋名單。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跟着玉慧姐一起點餐吧。我今天就不看菜單了，我要讓玉慧姐來幫我決定，等一下我豆花要吃什麼。OK， 好啦，玉慧姐交給你了。好，我們來點餐。沒問題。我們先來點餐哈，因為就以上面的它有16種選擇，我們選一個綜合豆花。然後第二個是選我自己的名單哈，就是花生加豆漿加豆花。現在這邊啊，聞起來好像會有一些豆的那種香味。有，他們就是傳統的口味，而且是老一輩傳承下來的。這個在疫情的時候啊，因為他們就已經不提供內用，就是大家都是外带。你一來的話，它有16號的餐點，你就自己點你喜歡哪一種，這樣子就這麼簡單。好。我們接下來因為天氣不好啊，所以我們現在要往一個可以內用的地方移動。走吧。OK，Let's go。因為外面其實天氣不太好，所以呢，我們馬上就直接來到很舒服的店面裡面用餐。這家店呢是郭家魷魚羹。在這個之前，我早就已經先準備好了胡椒餅，這是剛剛玉慧姐推薦的胡椒餅。然後還有蟹殼黃跟蔥餅，我坐在這邊就一直聞到那種它那個餅的淡淡炭香味，所以我現在就想要來問玉慧姐，為什麼你想要推薦我們這3家店？胡椒餅哈，它是我們下午茶必備的一個首選，對，所以大家我們可以品嘗看看。我們桌上啊，其實各位觀眾還可以看到有這個豆花，豆花就是刚剛我跟玉慧姐一開始碰面的時候約在的那個豆花店。那我也想要聽玉慧姐介紹這個豆花。那現在呢，因為我們剛好在等這個魷魚羹來，所以我們可以趁這個時間先吃這些東西，對不對？那如果玉慧姐推薦的話，我們要先從哪一個開始吃？應該是先從胡椒餅開始。胡椒餅嗎？對。好，那我不客氣咯。Okay. 我要先從胡椒餅開始吃了。這個胡椒餅啊，剛弄好的時候熱熱，而且胡椒餅的那個店裡面呢，它用的全部都是真材實料的木炭，所以我一到店的门口哦，都會聞到很香很香的木炭味，而且裡面會有擀麵皮的味道啦，然後還會有各式各樣的焦香味，所以我要來試試看。它的餅皮啊，好脆哦，它下面這一層是有那種焦香的感覺，我很喜歡吃胡椒餅，是有那種酥脆感的，而且它的內餡啊很飽滿哎。對，它比較特殊。其實因為這一家也是，比如說我有朋友來哈，我大概都會推薦的下午茶必備的餐點。它的特點就是說它皮很薄，因為其實我也吃很多胡椒餅啦，但外面有的會比較厚，然後它就是它很薄，然後你一咬下去就很 juicy。那其實它的內餡，比如說包括青蔥啊、肉啊，都是很扎實，而且非常真材實料，也是我必備的口袋名單。那除了這些之外，為什麼你還會推薦我去買蟹殼黃跟買蔥餅？其實蟹殼黃和蔥餅他們是後續再推出的，但是因為他們已經把這個東西已經學的，應該有在研究。所以就推出了新的產品出來。那我有買，也是這2樣，也是算是很不錯的。我剛剛在玉慧姐一邊介紹的時候，我一邊吃，它的芝麻其實也給的非常多，所以一邊吃的時候芝麻都已經會掉。然後我接下來很想要試試看蟹殼黃，小小的，然後我看它皮啊好像蠻薄的，我先吃一小口看看。這個蟹殼黃的皮啊，它會帶一點點奶香味，
而且這個蟹殼黃啊很酥，如果啊是它直接出爐的時候，我们去吃应該會更好吃，更好吃，它熱熱的更好吃。胡椒餅也是，所以我通常去的時候都會問老闆說，你要給我熱的哦。那蔥餅呢？蔥餅其實它可以帶回去冷凍，就是放着哈。其實它冷凍以後，然後你用那個氣炸鍋烤，可以當早餐，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它的蔥餅啊，整個餅的感覺就會比較厚，它的內餡是可以吃到那種很多很滿的那種蔥的味道。像這一家店，其實它已經有30幾年了。其實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說，它完全包括麵皮呀，哈，或是說裡面的材料啊、肉啊什麼都是有嚴選的，而且都是自己，比如說現在應該也是2代接班的，所以非常的那個料好實在，這是我很確定的。對，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從鹹的再吃到甜的。接下來我要試試看玉慧姐剛剛說的口袋名單、隱藏菜單的這個豆花。這個甜的啊，我覺得很特別，就是那家店啊，它完全不給人家內用，就只給人家外帶。看起來其實我覺得那個店面沒有很起眼啦。假設你只是純粹經過的話，我覺得很容易錯過。但玉慧姐她覺得那間店很有特色，我真的超級好奇。所以呢，一邊吃一邊聽玉慧姐說明跟介紹。其實這一家社子古早店的那個豆花哈，它其實是那個爸爸的時候就開始做了，好，算一個很老的一個店家，然後現在是2代接班，他們目前是2代接班。這個豆花它有一個特色哈，它就是很古早味，然後它的選項總共，你一進到它的店面哈，你也不用想太多，它一次就有16個選項哦。你喜歡吃紅豆啦，你喜歡吃綠豆啦，你喜歡吃湯圓啦，你就自己選你要幾號幾號，然後總共有16個選項。那比較奇特的就是玉慧姐有自己的口袋名單，像我的名單呢就不在16號裡面，我的名單呢就是豆花加豆漿加花生，這個口感叫做自己私存的。我剛剛在趁玉慧姐說的時候，我其實偷吃好幾口。今天玉慧姐她幫我決定的豆花品項是綜合。這個綜合豆花裡面有吃到很多，第一口我吃進去的就是豆花，我認為它的豆花確實比較特別，它可能少了外面的那一種人家可能會追求的焦香味，但是它的豆花非常嫩，這個豆花感覺起來就好像是布丁一樣，表面很平滑，你只要一吃進去，根本就不用咬，含下去馬上就化掉了。像我再補充一下，我會選擇那個豆漿豆花加花生，其實是因為豆漿哈，它有蛋白質，真的是可以兼顧健康。再來就是我剛剛吃到這個糖水，關於糖水的部分，很多人可能會很擔心說，哎，我吃豆花會不會覺得很甜？然後呢，把這個東西當成是最後一個，或者當成第一個的時候，會不會把剩下你要吃的東西口感蓋掉？其實不會，它的這個糖水啊，甜，但是不會膩，所以呢，我覺得很適合當做餐跟餐之間的一個小甜點。這一家古早味豆花哈，它最讓我感動的就是它的 CP 值非常高，而且它目前是2代接班嘛，其實它的口感完全沒有改變。那最重要的就是因為現在已經面臨通膨了嘛，對不對？它的豆花還是真的是料好又實在，而且只有40塊錢，你在外面真的找不到的。所以來社子吃我們的社子美食是最棒的。我吃起來我會覺得它的口感啊很綿，而且你湯匙輕輕一碰，它就化開了，更不要說你可能放到嘴巴裡面，而且很綿密。它口感真的是相當綿密，所以大家吃起來我覺得很適合夏天，然後很適合今天的天氣。对，而且它的配料啊，玉慧姐剛剛說啦，都是老闆自己做，對不對？所以它都很扎實，它可能每天都現煮，自己熬煮的。对，這樣吃一吃啊，我反而更期待等一下會來的魷魚羹。對，其實我很喜歡吃魷魚羹。對，魷魚羹是我口袋的第3個美食。那等一下我們的魷魚羹來的時候，
我們要請玉慧姐多幫我們說明一下，為什麼你會想要選這個魷魚羹，還有魷魚羹你吃了多久？沒問題，沒問題。嗯，拭目以待。接下来我们要来到今天我最期待的一餐，就是鱿魚羹。我想要聽玉慧姐說，為什麼你會想要推薦這家魷魚羹？這一家魷魚羹哈，其實你順着延平北路這樣走過來，6段走過來哈，你就會看到郭家魷魚羹。嗯，那這家魷魚羹呢，它早期呢是在社中街，大概4年多以前，它搬到延平北路這邊來哈。其實也一樣，這也是我的口袋名單之一，因為我只要家裡有客人，或是朋友，或是從外地來的朋友，我大概都會買這個魷魚羹跟他們分享這樣子。他既然搬家了，你還這麼堅持，會想要跟着他這樣繼續，吸引你的特點會是什麼？因為其實也一樣，我就是他們的粉絲跟主顧客。嗯。對，而且他們也是料好實在，而且完全都是自己做哦，包括魷魚啦你要採購啦包括很多食材，他們完全是自己來，都不是說你外靠這後再提裡來呢，不是這樣子。所以今天我們點的餐點啊，是玉慧姐她推薦給我的，譬如說炒米粉啦，然後滷肉飯，然後滷蛋，還有最核心的這個魷魚羹。等一下呢，我就要來先試試看魷魚羹。畢竟這個玉慧姐可能吃了很多次了，所以對於我這個第一次吃的來說，我會比較新奇一點點。對，你慢慢品。它的這個羹啊，我覺得比較特別，就是它很稠，然後呢，它裡面的料啊，就是滿滿一碗。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九層塔啦，然後魷魚羹。啊，我因為喜歡吃辣，所以我加了一點小辣。對，我來試試看。好。好燙。我覺得它的魷魚羹啊，裡面的這個魷魚啊，是生魷魚進去包的，對不對？所以我吃的時候把它咬斷，其實它的口感非常非常的 Q。我吃起來的感受會覺得這個東西很新鮮，而且帶一點點辣辣，加一點醋，有點酸酸的，其實很開胃。我要來試試看蘿蔔。它蘿蔔其實沒有什麼纖維，它這個蘿蔔啊煮的非常非常的爛，而且它裡面沒有什麼筋，這很 Q 彈。那個九層塔很香，有它的香氣，因為配上九層塔會更好吃。我会不會默默就把這個吃完？等一下就吃不到那個滷肉飯跟炒米粉了。它的這個炒米粉啊，其實上面原本應該會是有豆芽菜，對，你可以加豆芽菜，也可以選擇不加。因為剛剛玉慧姐好像刻意把豆芽菜去掉。對，我選擇不加豆芽菜。我要先直接來挖一口吃。真的嗎？哇，這個米粒粒分明都。它這個滷肉飯配魷魚羹蠻搭的，而且我發現它的菜單選項很少表示他很專精的在這幾樣東西，對不對？所以如果有選擇困難症的人來這邊點餐，其實很簡單，就是菜單上面這幾樣，你就算每樣都點，其實都沒問題。像我每一次點的話，大概就是會魷魚羹配那個米粉，這一個選項，或是魷魚羹配滷肉飯是一個選項，這樣子，真的很簡單，都不用考慮什麼。而且它的那個米粉很清爽。吃起來很清爽。我剛吃了一口滷蛋，我覺得它滷蛋啊滷得好透哦，裡面都很有味道很好吃還不錯吧？值得推薦吧？難怪玉慧姐你每次招待客人都會選這個。對啊，它是我必備的名單吶。這些小東西吃起來，雖然說它的口感還有品相可能很簡單，但吃到心裡面啊，到胃裡面，我覺得會感覺是滿足的。而且啊，菜單上面的價錢都非常非常的實惠。我發現它的 CP 值其實是很高，就算你找了5個人一起來吃一整桌，其實也都不貴。那確實也都可以飽啦。是啊。
所以這麼多年它的味道其實也都沒有變。沒有，因為完全老闆跟第2代的小老闆自己來經營，所以都沒有变。玉慧姐，你在社子這一代還有士林這一代大概待了多久的時間？我待了將近40年。這個地方其實我認為這個社子地區它比較跟人家不一樣，就是它比較有一點人情味的一個居住的環境，也是我很喜歡的。這邊就是它步調會比較慢啦，因為我的工作室也是在這裡嘛，所以我很喜歡這個地方。包括說我可能工作累了以後啊，因為它有堤防嘛，所以其實堤防有好幾公里，也是我運動的一個地方，所以我很喜歡。這邊比如說社子，有時候大家會誤會，就是說社子就是社子島，其實是不一樣的。比如我們居住的大概社子延平北路5段6段嘛，其實它是社子比較早期開發的地方，也比較繁榮，所以一般會誤會說，就社子就是社子島，其實不一樣。其實我們在這邊住的哈，它是非常便利，只要你開車啊，上高速公路啊，上陽明山啊，其實都是很方便的。像我的2個孩子，我說那你們要不要買房子在社子啊？他們說他們願意，因為很方便。這個就是你喜歡的地方。對於你來說，这裡是有人情味，而且基本上对你來說是有回憶、有記憶，而且對你來說居住也都是非常方便的地方。很方便。所以吃東西也都是基於這樣子去衍生出來。對，吃東西其實就這樣子嘛，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地人他自己，比如說裡面9段那邊也會種菜嘛，所以我們有時候是會自己煮的。但是你不想煮的時候，现在也都很方便哦。你不想出门，Uber叫一下就有了，真的是很方便。像這個店家也都有。不知不覺啊，其實我們今天在士林也待了一整天。一般人對於士林的這種感覺啊，都好像是停在士林夜市，或者是停在一些士林比較熱鬧的地方。這個也算是少數。我有機會真的因為在地向導的關係，真的進入到士林我原本不會來的地方，比如說社子，比如說比較後面，而甚至吃到這個地方我平常不會吃到的店家還有美食，對，很喜歡，推薦給大家。那我們就繼續吃嘍，謝謝玉慧姐。不客氣。繼續吃。從芝山岩的書生到陽明山下的聚落記憶，從清代的芝蘭堡到日治時期的士林街，士林一路承載着台北北城的人文底蘊與生活記憶。它不像老城區那樣擁擠，也不像新興商圈那樣匆忙。這片土地始終帶着一種獨特的氣質，而這就是士林，一個永遠有故事、永遠有溫度的地方。今天我們可以跳脫士林最具代表性的觀光符號士林夜市。我原本以為離開士林夜市的士林會少了點什麼，但走完之後，我反而覺得士林是一個在熱鬧中藏着生活感、繁華中保留着慢步調的行政區。一個地方啊，先有人，再來有溫度，有溫度就有故事，有故事形成味道，那就會變成一個無可取代的人情味。如果下一次來到士林的時候，不妨放慢腳步，或許你也能在熟悉的街景裡面遇見屬於自己的士林故事。就這麼轉眼間，每一周的熒幕慢食時間瞬間就過了，感覺第一集的美食啊還在肚子裡，結果節目就瞬間來到了尾聲。超級開心能夠陪着各位觀眾一起度過這個夏天。人生永遠有告別的時候，但我們永遠有期待。我絕對不會忘記這個夏天跟大家一起玩樂的時光。食在當地，玩在當下。我是永成，城食漫遊，我們後會有期，拜拜。饭后摆
吃到好吃的東西就很開心。這個還有 The Seraphim 的那個娃娃，Cortis 就是這個嗎？是這個嗎？這個 ，OK， 沒問題。來，這個我會講，蠻剛好，而且如果有蔥，我再來。我被攻擊嘞！有被咬到嗎？沒有，他們直接要搶我手上的，是承載着台北這個地方，對吧？可以哈，好，那我直接來咯。哦 ，OK， 我沒帶。好，那我重來一次。拍姐，对我刚没有講到這個，很期待吧？走。下一個。是在疫情以後，其實他就不提供外帶。不提供內用，